軍殿、対岸の敵は抵抗激しく、我が軍は8度攻めるもどこは叶いません。我々の歩兵連隊はなぜまで来ない？道がぬかるみ、歩兵連隊は遅々として進めないのです。もう雨は上がったではないか。西が品々に破壊し尽くされ、道中も絶えず敵の攻撃にさらされ、機械化部隊の進軍は困難を極めています。我が第六師団はこんな醜い戦闘は初めてだ。将校らに伝えよ。あまり信濃軍にこだわるな。全速力で推し進め。早く敵略を落とせ。はい。要我从防线上撤下2个军去爬幕府山，这不是让我主动向日寇打开大门吗？这是什么狗屁战法？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关司令，开战前薛长官就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现在薛长官命令你的第79军和37军入幕府山出大云山，去截击第6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6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可他有没有想过，幕府山和大云山都是1000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只怕等我2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关司令，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你就服从吧。不，你告诉薛岳，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去哪里？军事法庭。2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离路为田了，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2位长官骑马了。好，先生啊，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3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啊。请吧，请，去看看吧。长官到！敬礼！立壁！ 73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致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大家继续干活吧。哎，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呐？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是的。害怕吗？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1枪以后，我就不害怕了。为什么？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吃槟榔会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退鬼子10几次强度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马尾洞，您看。 3乡抗战，
第8军的兄弟能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我が砲兵隊装甲部隊はなぜまだ到着しない？将軍殿、砲兵隊と装甲部隊はシナ軍2隊に無数の遊撃隊に包囲され、進軍が遅れています。何としても明日までに渡航を完了せよ。これは命令だ。はっ。落とせ。一気残らずだ。汨罗江防线多处失守，73军伤亡惨重，请求后撤。撤什么撤？命令关林征，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提头来见。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命令第52军快速运动到上山地区，阻击敌上村支队。命令李玉堂的第8军改变行军路线，快速向上山地区运动，以52军前后夹击敌上村支队。好，好旗。是。另外，马上给前线将士发电报，告诉他们，敌人是没有后援的孤军。死一个人就少一份战斗力，炮弹打一发就少一发，多一个伤员
就多一份累赘，拖延一天就少一天的粮食，所以他们要速战速决。而我军是在本土作战，背后是三乡民众的全力支持，兵源粮源源源不断。我军的战法是死缠他，拖延他，消耗他，这样打下去，日寇绝无不败之理。戦局の変化に基づき司令官殿は命を下された。もともとの15集団軍の包囲目標は解き、7日間のうちに綱領をつき調査を奪えと命を受け、岡村司令官のこの戦術に感銘を受けた。筆記調査さえ落とせば支那軍はすぐにでも潰れる。だがどうだ、我らは撤退ばかり。撤退、その意味は調査戦役におき先行なしだ。手ぶらで帰るなど失敗だろう。いや、我らは光る。規定目標を実現なくして我らが軍旗を調査に掲げやしない。絶対に光る。そうだ、指令の命令に基づき我々は元の15集団軍包囲殲滅目標は先行し、集中して福林砲爬虫リ供給を一気に突き抜け調査を取るぞ。准备战斗！打！報告します。支那軍は一人残らず消え失せました。稲葉将軍に電報。抵抗を受けるも我が隊の火力をもってして重慶軍は跡形もなく消滅。よって前進を続ける。はい。薛长官，73军彭卫人来电，他们按照你的部署，以3个师的兵力，在涪陵铺逐级设伏，与敌缠斗，已经打了5个伏击战，24小时让敌人只前进了5公里，而且大量的消耗了敌人的重武器弹药，有效的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好，湘军打得好。嗯，这子弟兵就是子弟兵啊！照这样打下去，用不了多久，道叶四郎就会被我们逼疯了。昨日は1日かけて我が先遣部隊はたった5里進んだに過ぎなかった。これのどこが大日本皇軍だ。カタツムリか。石膏が申すに支那軍は非常の戦術を取ったようで、前進すれば敵は待ち伏せを狙い、敵を砲撃すればすぐさま撤退をする。進軍の遅れのみならず我が隊は弾薬も多く消費しており、先遣部隊の車両燃料に薬砲も尽きているようです。先遣隊には特攻命令だ。3日のうちに龍陽湖を渡り調査を取れ。
说话。都好了吧？好了，出马！金总，你在这儿。是我。好。金总，方先觉报告，尖刀营已出发。命令各师，立即进入新墙河阵地，准备跨河作战。马原，上！行了，上！一连长、二连长，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记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是。出发。でした。我が大日本の伝統が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とは、まさに夢見心地でした。もしお米な文官ではありませんか。戦争のためでなかったら一生涯舞台を離れなかった。戦争が終わりましたら中佐殿の舞台に戻りますよ。生きて日本に帰りたいものだ。
見えんぞ。遊撃隊の仕業だろう。警備を固めろ。相手ですな。どういうことだ。おかしい。人数も多いぞ。遊撃隊か？何をしている。撃て撃て。もしもし、歌中佐だ。銃声が聞こえるか。シナ軍の大部隊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命令を下す。速やかに援護せよ。我が隊を援護せ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急げ全体集合打！营长，咱们是不是应该发起进攻了？别呀、咱得放长线钓大鱼啊！你是说等新强镇的鬼子出来？新强镇里边是什么情况？小鬼子布局，咱们一无所知。咱们盲目冲进去是不行的，咱们得把他调出来打。行，这新强镇里边有几千号人呢，咱们只有一个营，这不是白白送死吗？镇里边的鬼子到了，大部队早就过河了。营长，你真是把小战役变成大战役了。学着吧。どういうことだ。なぜ誰も。連隊長につなげ。連隊長、我が隊は敵大部隊に包囲され、他のどの拠点とも連絡が取れません。非常にまずい状況です。皇軍の有志たる者、何が起ころうと慌てるな。戦士とは天皇陛下に捧げる忠誠だろう。20分持ちこたえろ。すぐ援護をよこす。はい。李班长到，和营长会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南炮楼为什么还没有够拿下？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渡江。现在就炸着他！不，连长，还是我去吧。执行命令。是。没事吧？我没事，快告诉营长，难得宝已炸毁。是。呼调营部，呼调营部，迅速向营长靠拢。是。蓝标宝已炸毁。报告营长，第一连长已经攻下蓝碉堡。发信号弹给师部。是。师长，信号弹
剑道营得手了，速去报告军座。是。刚刚接到电报，我军在新疆河以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柏林防线向新疆河以北推进了整整30公里。好啊，这样一来，大云山和整个柏林防线就连成一片了。对，那大云山就将成为我们阻止敌军向新疆河发动进攻的支撑点。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就地驻防。为什么要停止推进？刚才宁次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临湘、岳阳、咸宁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我们再往前推进，就得不偿失了。目前我军还缺乏攻坚能力。再说，还得防着冈村宁次给我来个回马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占领敌人据点之后，原地构筑防御阵地。好。命令を下す。第3師団は義将を固守せよ。第13師団、33師団、39師団は第20旅団に入り、湘北の一戦で集結。3日のうちに新垣川北川を奪回せよ。命令你团突进奉新，与半途截下敌人的第6师团的辎重车队。卑职明白。这次任务很艰巨啊，因为事先我们无法侦察到敌人的辎重部队有多少兵力，很可能是有一个辎重连队，但是你们团不管敌人有多少兵力，一定要把他拦截下来。我们团今非昔比。就兵力而言，相当于桥本的一个连队。再说，他们是辎重部队，又不是作战部队，请您放心。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们的对手可是敌军的精锐，号称所向无敌的第6师团，就是在南京杀死咱们30万同胞的第6师团。对，就是他。打掉这个辎重部队，就是敲掉他的牙。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王源，到。你带一个侦察班到附近去，给我查着小鬼的第34师团，他的辎重大队有多少辆载重卡车，护送多少兵力，走的是哪一条路线？是。还有你，报告。来。团长，他要见你。李团长，你是？我叫向立群，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派我来给你们送情报的，是关于鬼子第6师团辎重车队的情报。说说。我们主任一早就派我们在这一带伪装侦察，搜集情报。看见部队过来，彭主任判断你们一定是冲着辎重车队来的，就派我来向你们通报敌情来了。小鬼子走的是哪条路线？说一百不如看一眼。李团长，我想先带你去实地看一看。这不错呀，适合打伏击。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形，在兵法里面叫绝地。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纵深太浅，部队不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八路军的弟兄替咱们在这埋伏侦察好几天了。下面请咱们八路军通讯处的向立群。向先生给咱们讲一讲他们侦察的情况。据我们这几天的侦察，鬼子的指挥官是松冈大佐，载重大卡车有40辆，每辆车上有正副2名驾驶，护送的兵力有步兵1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坦克4辆和工兵1个中队。来，我布置一下任务。一营啊，你们的位置就在山沟的沟口。我给你们
4个直炮，2营和3营各派出1个连，在1营的后边组织成第2道防线。你们的主力在2个制高点上，小鬼子进来就给我打趴下。机炮营在树林的东侧，你们的任务就是打小鬼子的炮兵，看准时机，听我口令。这回小鬼子的优势就是他们有坦克，咱们要是想不让小鬼子1辆车过去，那就得给我想办法，给我想招。我要求每个连都给我构建防御工事。小鬼子车辆明天下午从阜新出发，咱们还有1天半的时间，这儿是必经之路。再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轻敌。这支队伍是在南京屠杀了咱们30多万手无寸铁老百姓的那支日军，家恨国耻啊！咱们要是打不赢这仗，就没脸见父老乡亲们了。消灭小鬼子，有没有信心？有！分组行动。是。走。哎，李团长，向先生，谢谢啊！带向先生回团里休息。是，好嘞。好好好，去吧。向先生，这边。李团长，再见。团长，团长，这一仗啊，你让我打头阵吧。你想立功啊？是啊。想立功就是想当英雄啊？为什么？水凤跟我说了，只要我立了功，我回去就能跟他成亲了。那么多人都想当英雄，凭什么让你当英雄？水凤在南京被糟蹋了，他父母为了给他报仇，也死在了小鬼子的枪口下。我要杀鬼子，你就让我去吧，你就让我打头阵吧，团长。兄弟，你嫂子也是被小鬼子的炮火炸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这个英雄我让你当，但是你得给我好好干。谢谢团长。連隊長、なぜ進軍停止を？口っくば険しく福江があるかもしれん。危険は起こせられん。探りを入れる。はい。哎，小鬼子他们怎么不走了？他们不进来，是不是发现咱们了？不可能。哎，都别跟下！这是小鬼子火力侦察，听我命令啊！進軍再開。はい。命令常有福发起进攻。是。打！给我狠狠地打！大佐、待ち伏せです。歩兵は援護だ。歩兵は突撃せよ。はい。突撃しろ。打！
跟小鬼的坦克打！指示炮，指示炮，炸掉敌人坦克，炸掉敌人坦克！开炮！司令官殿、第33軍は七十四軍へ猛攻するも敗れず、逆に七十四、七十九軍に包囲され、突破するも被害は甚大で、二重混成旅団に頼っています。第六師団はどうした？第六師団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第六師団は泰山軍と呼ばれる第10軍からの交戦で村を前に足止めです。戦車軍はどうした？大韓軍は敵ではなかろう。稲葉に今日必ず長江に進出して総攻撃をかけさせろ。第六師団の手で勝利をつかみ取るのだ。報告。なんだ、まさか悪い知らせではないだろうな。飛行機からの報告で第六師団の松岡商店隊は口壺にて全軍玉砕。バカな。じゃあ一連隊全部玉砕だぞ。奴らのどこにそんな力があったんだ。松岡連隊へは呼びかけるも何ら反応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松岡連隊が本当に全滅したな。第六師団は補給を得られず、彼らも戦闘は不能となります。報告、第六師団の宮殿です。司令官殿、
稲葉将軍は負傷です。我々の戦力はどのぐらいだ？もう戦えんのか？両軍半数を失い戦闘不能です。我々が負ける。もう勝つ見込みがないというのか？第六師団は大日本皇軍の精鋭。彼らの勝敗は全軍の士気に影響します。何か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第六連隊に次ぐ。一戦を開始し上皇方向に敵を牽制しながら南チャンに進軍。第20攻勢軍は北に進軍。33師団と合流し包囲網を突破し南チャンへ向かえ。信軍はどうやって我々の背後に回り松岡市長連隊を待ち伏せた？将軍殿、すでに騎兵部隊をやり調べたところ、口久保方面で松岡氏を発見。現場は一面に兵士が玉砕しており生産を極めています。今回は手ひどくやられた。将軍殿、宮殿です。将軍殿、撤退命令が下されました。命令、即刻この一戦を退き、歩兵は公安より上皇へと回る。貴様らの動きから戦闘への意気込みが感じられた。気をつけ。貴様いくつだ16です。志願して前線へ来たのか？死んだ父の意志を継いで。結構。陛下の若き勇士たちよ、海軍は洋上にて米英を蹴散らし輝かしい勝利を収めた。見返すぞ。勝利を勝利を勝攻撃開始は12月24日早朝と決定していますが、この雨は攻撃前に上が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か。报告军座，这是我369团的阵地，你的阵地上怎么连一个鬼人都看不见？黄营长，王朝奎，黄营长，王朝奎，王朝奎。你叫什么？长官，第20军134师369团一营营长王朝奎。
怎么回事？鬼子就在对岸，而且随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你的阵地上却看不到一个兵。天降大雨，我们的战士都在掩体头躲雨，都在掩体里躲雨。那鬼子来了怎么办？下这么大的雨，鬼子不会来的。你说不会来就不会来啊？鬼子听你的啊？你说，几粒雨都扛不住，等鬼子的炮弹落在阵地上，你们还不全体弃战而逃？你这个营长，玩忽职守！我觉得长官说的不对。王成奎，不，让他说。你说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句对的让我听听。天下这个大的雨，我们的战士都没得雨衣，拎出兵来扎个大仗。我喊战士们在掩体头躲雨，就是为了好生打仗，好生杀鬼子。我觉得我做的没错。明白了，你是看着我们都穿着雨衣对吗？林总，我们官兵应该一视同仁。长官，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小兵命贱，拎出兵来没得关系。你要是得了病，我们20军就群龙无首了。在我20军里，长官的命和士兵的命不分贵贱，都听到了吗？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个军长开始，长官上阵地和士兵一视同仁。好，兄弟们，兄弟们，既然我们的长官都不要命了，那我们还怕个球啊！都给老子上阵地！看来你这个营长的号令还挺管用的吧？王营长，你们营的阵地处在整个防线的最前沿，鬼子一旦发动进攻，你们营就会首当其冲。你们这个小高地要是顶不住，整道防线就会崩溃。明白。你们营的作战任务明确了吗？明确，在纵深3公里坚守阵地。好，3天。要是3天都给我守不住，我拿你脑袋！明白。兄弟们，给老子上阵地！司令官殿、この雨は止みそうになく、我らの戦闘機も作戦が見込めません。また偵察の報告では新垣川の水位が上がり、部隊の渡航も困難な様子。そして第三支隊も交通状況により攻撃位置へは未着であります。これらの状況から攻撃日時を変更しては。下这么大的雨，鬼子很难渡过新乡河，他们的飞机也无法起飞轰炸。阿南危机会不会改变进攻时间？阿南司令はなぜまだ攻撃命令を下さん？おそらくこの天気のせいでしょう。まさか雨なんぞに皇軍の侵攻が変えられるのか？司令官殿、中国派遣軍司令部より第23軍の香港攻撃作戦は順調で元旦前に落とせる見込み。
これが何を意味するか分かりますか？これは我が軍に戦う必要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も同然。それでは第一3次調査作戦は戦略的意義がなくなり、我が第11軍はまさに無用になってしまう。絶対にそうはさせん。作戦の変更は許されません。司令官殿、しかしこの天気では。新垣川対岸の敵は第20軍だけです。我が軍は第40師団に独立混成第9旅団3万の兵を加えているのです。雨のせいで正規軍でもない高川一国軍に攻撃を仕掛けられるのですか？青木師団長に電話をつなぎなさい。はい。40師団司令部、司令官殿、つながりました。青木師団長、雨が止まず航空機を飛ばせません。だが機関の部隊は航空隊の援護がなくとも対岸に攻撃を仕掛ける勇気がありますか？司令官殿、たとえ相手が非正規部隊でなく節学の2個主力部隊だとしても、航空隊の援護がなくとも歩兵の銃剣でもって必ずや敵を落としてみせます。よろしい。では24時間以内に第20軍を落とし、節学の第一防衛線を突破しなさい。非正規部隊相手に24時間もいりません。8時間のうちに我が隊は支那第20軍の前線を壊滅してみせます。よし、直ちに対岸へ攻撃を開始せよ。電撃戦の真髄は迅速、強靭、凶悪であること、忘れてはなりません。この偉大なる時刻を心に刻んでおきましょう。哎，不要乱跑！进眼前！回来！进去！小伙子，不要害怕，没事。你叫啥子名字？你越害怕，小鬼子的子弹啊就越找你。你叫啥子名字？说话。说噻。小老虎。嘿，你还老虎嘞？你改名算了。你看你那个样，吓得跟个狗熊一样。不要乱说，哪个都是从新兵蛋子混出来的。我跟你说一个，在战场上不怕死的秘诀。啥秘诀？跟你杀了10个鬼子，我就告诉你。兄弟们，冲！冲！通知各师，一定要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登上南岸。是。上啊，快！兄弟们，不要看小鬼子人多势众，但我们是防守，他们是进攻。战场上，防守和进攻的比例是4比1。这个样子一算，我们20军2万多人，打他小鬼子3万人，不算穷和少，没得啥了不起的。
连长，啥子事？军长有令，天黑之前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一定要严防死守。晓得了。同学兵，迫击炮准备，放。報告では支那軍の砲撃激しく新学川の流れも速く被害は甚大なようです。三方部隊はなぜまだ陣営入りしてないんだ。大雨の影響のようです。まずいな。第45兵連隊を新垣川北岸まで急がせ架橋命令もください。しかし架橋は時間を要し支那軍に見つかったら努力は水の泡に。では他に良い方法があるのか。それは命令だ。はい。そして三方部隊は北岸到着を急がせた後敵の迫撃砲陣営を攻撃だ。快进掩体！快进去！注意隐蔽！注意隐蔽！快鬼子们启动飞机，要不然我死得更惨！快，隐蔽！是。军长，哪个了？完了，查出来了，迫击炮阵地被鬼子榴弹炮摧毁了，我们迫击炮到炸了。是，不能迫击炮，我们炸给炸鬼子。喂，好，连长，军长电话，给我。喂，军长。我们的迫击炮阵地遭鬼子炸了，快给我调10门迫击炮过来！唱大戏呢！我不会传球变脸，让我上哪儿给你弄10门迫击炮？我告诉你啊，鬼子刚才那番轰炸，炸毁的不光是你们营的迫击炮阵地，其他几个营也一样。现在1门炮也没有。我的迫击炮咋个当鬼子过河啊？没有迫击炮就打不了鬼子了。别忘了我们川军当初是凭着汉阳道打出威名的，现在至少有了最新的中正式。那个中正式的先生根本打不到河面上去。那我就命令你全线出击，往前推进100米，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向前推进100米，那不是给鬼子当靶子？这是我给你的死命令，想通想不通都得给我执行。军长，军长，军。推进100米，给我冲！看我的命令，等鬼子到活动线再打。准备。打！
蒋师长，情况怎么样？军座，鬼子仍然被我们阻击在河对岸，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完成坚守3天的任务。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要严阵以待。我顺便告诉你，我军的指挥所即将转移到关王桥，就在你们身后。啊，那太危险了！全军防线守不了3天，我脑袋就没了。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在战场上。学长放心，我一定死守3天。好，我脑袋就交给你了。报告营长，小鬼子在上游搭建浮桥。啥子？我就晓得小鬼子要跟我耍花招。三排长，走，你带齐连的弟兄在这儿守到起。是。其他人跟我走。兄弟们，千万不要让小鬼子把浮桥搭起来，给我打！督战队来督战了！老子在这儿打仗，他们来抓战，狗日的！给老子站到起！你们来抓走！你们来抓走！老子打仗用不着你们来监督，都给老子滚！我让你误会我们了！闭嘴！都给老子滚！侯少奎，鬼子偷建浮桥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汇报？请团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鬼子把浮桥搭起来。你放屁！鬼子什么装备，咱们什么装备？你这样分散兵力，怎么能打出敌人？我带督战队是来支援你们的。团长，你，我们团的枪口永远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弟兄们，跟我走！弟兄们走！20军一个军的兵力，整整1个白天，没让一个小鬼子渡过新墙河，这真是一个奇迹。伤亡报告出来了吗？还没有。鬼子没能过河，除了川军弟兄们勇力可嘉，也有赖于天助啊。要不是这场大雨和暴涨的山洪，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连老天爷都参战了，日寇没有不败之力。哼哼。可我们不能总把鬼子挡在北岸呢。对，11军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策应
第23军攻占香港。据重庆的情报，第23军和英军的战斗已经占了上风。如果第23军成功占领了香港，11军还没有什么进展，阿南危机会不会考虑撤兵？既要让小鬼子过河，又不能引起阿南危机的怀疑，所以这场战役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进退的时机。接20军电话。是。薛长官，电话接通了。杨军长啊，20军打得好，你立了大功，我会在全战区统领嘉奖你们。薛长官给我的任务是坚守3天，现在我才只坚守了1天，攻不攻的没啥好说。薛长官，我想有新墙河河水暴涨的苍天之助，我再死守2天没有问题。不，你听着，明天一早你卖个破绽，放鬼子过河。让我放鬼子过河？对了，我懂了。薛长官是怕鬼子久战不下就退兵。哎，好，我按照薛长官的命令，明天一早后撤3公里，在傅家桥一带组织防御。好，我等着你们溃败的捷报。司令官に約束したんだ。8時間で信第20軍の防衛線を落とす。だが未だに非正規部隊を相手に新垣川北岸から抜けられぬ。これは切腹して陛下に詫びるしかない。将軍、明日市長が到着すれば、我々一気呵成に品防衛を落とせます。一连阵亡12人，重伤5人，轻伤15人。轻伤还说个球啊！是，2连阵亡也有11人，重伤8人。你就直接跟我说，减员好多，还有好多人能打。全营减员1/4。1/4，那就是说还剩3/4吗？是。1天减员1/4，这个样子坚守3天，应该问题不大哦。莫高兴太早了，今天鬼子冒用飞机轰炸，明天就说不定了。今天是老天爷帮了忙啊！哎呀，不管老天爷帮不帮忙，我们还是要按照今天的方法打，一定要把鬼子阻挡在新墙河以外。王营长，哎，团长，来坐。我不做了，我是来传达军长的命令的。军长命令，明天放鬼子过河。放鬼子过河？老子损失了1/4的兵力，你现在要把鬼子放过河，那我的兄弟们不是白死了吗？该堵的时候要堵，该放的时候要放。这也正是薛长官的用兵妙处，我们必须要执行。好，那我们现在就撤。不，现在还不能撤。明天一早，鬼子一定会发动全线进攻。军长命令，必须要等到鬼子进攻的时候，边打边撤。明天呢，你等我的号令，然后再撤，明白吗？明白。你明的任务是撤到3公里之外的傅家桥一线，利用相公岭的有利地形，坚守3天。还有2天。对，2天。王营长，我已经向军长为你们营、为你请功了。到时候我们还得喝你的庆功酒呢。庆个球的功哦，不死就不错。